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流式 BCI， 来自 UCSF 与 UC Berkeley 团队，研究结果发表在顶级期刊《自然神经科学》。系统采用80毫秒的切片步长进行实时解码，瘫痪患者仅凭脑电即可合成流畅自然语音。系统输出高度个性化且充满温度的真实音色，用户告别传统设备长达几十秒的等待延迟，患者实现边想边说的自然高效交流节奏。这是语音脑机接口领域的颠覆性范式革新。患者因脑干中风导致重度瘫痪并伴有构音障碍，他意识完全清醒，却无法控制声道发声。现有脑机接口需要等患者想完一整句话才解码，这种离线等待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沟通延迟。过去辅助设备的平均通信延迟为 23.2 秒，每次对话都需忍受超过20秒的空白。如此漫长的延迟彻底破坏了自然对话的节奏，交流失去即时性，对话变成了折磨。传统的延迟合成模式需要等待完整句子，现在大脑信号被切割成80毫秒的微小切片，每隔80毫秒就进行一次神经信号切片解码。当患者尝试说话时，系统同步处理这些切片。这种流式架构实现了实时边想边说的效果，患者不再需要经历漫长的离线解码等待期，沟通范式从离线缓冲彻底转向了实时直播。这是脑机接口技术解码范式的根本性转变。大词汇量测试下，系统语速达到每分钟 47.5 个单词，解码步长仅为80毫秒，实现流式实时解码。从意图产生到发生的中位延迟仅 1.12 秒，系统支持1024个词汇，能生成超过1万种表达。除了文字，系统还同步合成个性化的真实声音。这些指标使脑机接口沟通效率获得质的飞跃。自然语速和低延迟使对话节奏逼近常人间交流，施语患者从此获得近乎正常的实时对话能力。受试者为47岁女性，因脑干中风施语已18年，植入253通道高密度皮层脑电阵列采集信号，阵列紧密贴合言语感觉运动皮层，覆盖关键脑区，包括中央前回、中央后回及颞上回这3个区域。这些区域是大脑控制语言发声的最高中枢。高密度电极捕获精细神经信号，支持高精度解码，这为后续流式解码提供了高质量神经数据基础。硬件配置是实现快速准确语音合成的关键前提。屏幕上的提示灯亮起后，患者便开始进行无声构音，他完全无需震动声带，只在脑海中默默做出口型。这种无声构音意图精准激活了言语运动皮层，运动皮层随即发出清晰的肌肉控制指令信号，系统实时捕获这些神经信号的关键特征。信号提取主要依赖高频伽马和低频2个频段范围，高频伽马波段反映精细的发音运动控制细节，低频信号提供整体稳定性与相位辅助信息。神经编码器每80毫秒吞入一个脑电切片，它将切片压缩成中间特征向量。双模态语言模型并发预测声音单元与文本编码，这种并行架构让文字和语音在底层同步生成。最后一阶段流式合成器随后接管预测单元，它以毫秒级速度渲染出真实语言波形，整个过程无需等待整句话即可边想边说。而 NNT 流式架构是这套系统实现高速解码的核心秘诀。它原本来自自动语音识别领域的顶尖算法，传统模型需要看完整句话才能开始翻译，而 RNNT 具有单向因果性，能边收集脑电波边推测。它不仅预测下一个词，还学习词与词之间的依赖关系，甚至能输出空白令牌来适应自然的说话节奏。这是自动语音识别领域的顶尖算法首次成功引入语音脑机接口。这种架构让解码延迟从秒级压缩到了毫秒级。本系统能还原患者18年前的个性化真实声线。关键证据来自一小段生前的婚礼录音片段，录音包含了患者独特的声纹特征信息。系统采用自监督语音模型提取声学单元，然后与声纹特征进行声音转换、深度融合，最终合成出属于他本人的真实本音波形。瘫痪者因此能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声音。科技的温度在于保留情感与身份认同。流式系统在不同词汇量测试中均大幅提升沟通效率。大词汇量语速从 28.3 升至 47.5， 日常高频短语测试下更是达到 90.9。相比过去辅助设备不足30单词每分钟的速度，
柱状图数据显示，新旧系统差异极为显著，统计检验 P 值小于 0.0001， 证明性能提升可靠，沟通效率已重新逼近自然对话节奏，这为师与患者日常交流带来实质性改善。传统辅助通讯设备的体感延迟长达 23.2 秒，这样的等待彻底破坏了自然对话的节奏。本研究将意图产生到发生压缩至仅 1.12 秒，这个延迟惊人的比过去缩短20多倍。纯算法处理单个脑电切片仅需 11.8 毫秒，整体延迟几乎让患者感觉不到等待存在。从大脑发出指令到扬声器出声被压缩到极致，这是流式架构带来的实时沟通重大革命。系统在大词汇量测试集上接受检验，字符错误率仅为 22.8%， 词语错误率稍高，达到 31.9%。 这3项指标表明内容可被较高精度还原。对于50个高频互理短语，错误率降至约 10%， 高达上千的词汇量覆盖了复杂日常表达。虽然仍有优化空间，但已具备实用价值。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极限泛化测试，患者默读24个从未训练过的新单词，这些单词包括 Zulu、Quebec 等生僻词，系统准确分类率达到 46.0%， 这个结果远超 3.85% 的随机概率。模型并非死记硬背单词，它学会了脑电信号与发音部位间的映射。这种底层能力意味着解码器具备举一反三的泛化性。页面提供的波形对比图清晰展示文本流与语音流几乎完全重叠。传统方法将文字和声音分开处理，导致严重音画不同步。本研究采用共享神经编码器，让字词解码与语音合成在底层互通。文本显示与语音发生的启动绝对时间差，中位数仅为185毫秒。这一极低延迟保证了观众听感与看到的字幕完全一致，同步误差远远低于人类感知阈值，对话不再有割裂感。双模态深度耦合是系统自然交流体验的关键支撑。仅凭脑电就能实现如此精准的文本语音同步，意义重大。系统可连续运行数分钟之久，而非逐句测试方式。流式架构利用空白令牌实现隐式检测功能，只有确信患者有构音意图时才会输出声音。整个过程完全无需手动按键控制开始或停止，这避免了无意识情绪或杂念触发语音输出。空白令牌还能很好适应自然说话节奏中的停顿。系统全天候处于待机状态，随时等待患者发声意图。这种隐式检测设计大幅提升了实用性与自然度。16分钟完全静息，系统错误发生为0。研究采集了患者连续16分钟的静息数据。这段时间患者未进行任何构音尝试，系统没有将脑电噪声误判为说话指令，这说明脑机接口不会偷听内心独白，只有明确构音指令才能唤醒系统发声。这验证了隐式检测机制的特异性极高，保障用户使用中的隐私与自主控制。研究团队使用电极遮挡消融技术，定位了言语运动核心区域，贡献度最高的信号源自中央前回和中央沟中段。这些脑区负责对发音器官进行精细运动控制，即便瘫痪长达18年，运动皮层的驱动能力依然存在。实验完美证实，语言产生由内部运动指令主导。该发现为流式脑机接口提供了神经生理学基础。大脑右半球测试图的高亮区域直观展示了活动强度。这一验证说明，解码器瞄准的是发音意图，而非听觉反馈。一个关键疑问是，患者听到合成声音后，听觉刺激是否会改变脑电信号？研究团队设计了对比实验，分别在有声音输出和无声音输出的条件下记录脑电。两种条件下，大脑电极的空间贡献模式高度相似。定量分析显示，两个热图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0.79， 这说明解码器并未被外部听觉输入所干扰，它完全依赖于大脑内部纯粹的发音运动控制指令，因此系统具有极强的鲁棒性和隐私保护能力。用户无需担心系统因自身声音而产生偏差或误判。本研究的 RNNT 流式架构具备极强的跨硬件迁移能力，它不限于本研究使用的 ECOG 电极阵列，还能适配 MEA 微电极阵列以及表面基电图 EMG。只要采集设备具备足够时空分辨率，算法就能发挥作用。研究团队用其他受试者的数据进行了线下交叉测试，
这些受试者包括另一名瘫痪者和健康人。测试结果验证了模型跨硬件迁移的可行性，这证明了 RNNT 架构跨多种采集平台的通用潜力。皮层脑电接口表现显著超越随机水平，微电极阵列同样显著超越随机水平，表面基电图也达到显著超越随机水平，所有测试的显著性 P 值均小于 0.01， 这充分验证了算法跨设备接口的通用性。该算法有望成为发音意图检测的通用引擎，无论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设备等均可适用。这标志着语音脑机接口向实用迈出关键一步。M2字母语音。这是个精髓的一位音。当一段氧气极高且完全没有语音输出，上一段设备延迟高且输出声音机器语音，本系统延迟仅80毫秒切片于1秒出声，音色真实。传统交互极度疲劳，上一代无法连贯本系统自然隐式，速度延迟语音属性3项对比本系统全面超越前2代。其实低延迟沟通是情感连结核心，成果首次证明仅凭脑电即可流式合成语音。这一成果为失语患者打破了沉默的牢笼。更高密度电极接口将让语速与精度逼近常人。高密度皮层脑电阵列，侵入式手术限制普及，未来非侵入方案可探索高密度肌电与脑磁图，词汇量与鲁棒性需提升，应对真实噪声疲劳。团队验证算法可迁移至微电极阵列和肌电图。从实验室到临床，仍需漫长试验与伦理审查。